新加坡为什么总喜欢在最危险的地方挑战最疯狂的工程？15年前，滨海湾金沙把一座7000吨空中花园吊上200米高空。15年后，新加坡决定再加码106亿新币，在一片填海形成的软土地上再造一座全新的超级地标。这个项目如果成了，它会继续把新加坡钉在亚洲文旅和资本流量的高位。如果失手，代价不会只是一个烂尾地标。2025年，滨海湾金沙4期正式动工，总投资80亿美元，约106亿新币。核心不是多盖一栋楼这么简单，而是在滨海湾再起一座55层扭转塔楼，外加一个大约15000座的顶级竞技场，塔顶还要做7000平方米的环形空中步道，目标2031年启用。很多人看到的是新地标，我先把冷水泼下去。滨海湾这片最贵的地，几十年前本质上还是海水、淤泥和填出来的新地。也就是说，新加坡最亮的一张城市名片，脚下并不是天然硬地，而是厚厚的 marine clay 海港粘土层。问题就来了，在这种地基上再压上一栋超高层，一个大型场馆，再加一个200米高空的巨型钢结构步道，这已经不是普通房地产扩建，而是一场把工程极限、城市竞争和国家生存焦虑绑在一起的豪赌。更关键的是，这106亿新币未必主要是为了酒店房费，它真正买的可能是新加坡未来10年到20年的区域入口地位。接下来我们就拆开看，这笔钱到底在防什么，又在抢什么。先别急着把它理解成赌场扩建，你把周边局势放在一起看，就知道新加坡为什么一定要往上加码。新加坡一直把 MICE， 也就是会议、奖励旅游、会展和大型活动当成高质量客流的核心引擎。原因很简单，这类客流停留时间更长，消费更高，对航空、酒店、零售、餐饮、金融服务的拉动也更直接。问题在于，新加坡的土地和场馆容量本来就有限。你看过去几年，只要碰上国际顶级演唱会、会展周、F1 或者大型峰会，酒店价格、航班需求、城市接待能力很快就顶到天花板。短期看这是热闹，长期看其实是警报，因为一旦你接不住，活动就会外流。现在区域竞争也不是纸上谈兵，日本大阪的综合度假区项目在推进，泰国也一直在推动娱乐综合体相关布局，海湾国家和香港也在争夺高端活动与资本注意力。对新加坡来说，最危险的不是游客少一点，而是高净值人群。国际主办方和跨国企业开始形成新的活动路径，路径一旦改了，钱流、品牌、媒体曝光、商务网络都会跟着改。所以金沙4期里最值得盯的，不是多了多少房间，而是那个大约15000座的顶级竞技场。这个设施的意义很直接，把新加坡从一个会展很强的城市，继续抬到可以稳定承接最高规格演艺、峰会和复合型活动的平台。说白了，新加坡现在不是想不想花这笔钱，而是他判断自己不能不花。因为在亚洲文旅和高端服务业重排座次的时候，场馆本身就是国力基础设施，现在进入最硬的一层，它到底怎么建？滨海湾的难点不只是土软，而是软得很深。这里广泛分布 marine clay， 也就是海港粘土层，厚度可达几十米。这个土层含水高，压缩性强，强度低，最怕的就是受扰动后发生长期沉降。普通人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大块泡了水的软豆腐，你在上面放个轻的东西还好，一旦压上超高层和大跨度结构，整个受力、变形、沉降控制都会变成长期战役。更麻烦的是，这不是一张白纸上的新城，滨海湾地下已经很拥挤了，地铁隧道、道路结构、排水设施、通信和电力管网，很多都在附近。你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开挖深基坑，不能只想着把楼立起来，还得保证周边既有设施不出事。因为在高密度城市里，真正昂贵的不是把新楼建起来，而是你不能把旁边那套系统弄坏。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地下工程，通常会围绕深基础、挡土止水体系和沉降控制展开。像这类项目常见的核心手段之一，
就是深层连续墙。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先在地下做出一圈极深、极厚的钢筋混凝土维护墙，把地下水和周边土体尽量稳住，再在里面逐层开挖、支撑、做底板和主体基础。它的作用不是好看，而是保命。因为填海区地下水条件复杂，软土又怕扰动，没有足够强的维护和止水，基坑一旦变形超标，后果会沿着周边基础设施一路传导。还有一点经常被忽略，这种工程不是挖得越快越好，而是越精确越好。每一段施工都要配合监测地表沉降、墙体位移、地下水变化、周边结构响应，都得盯得很紧。新加坡做这类项目的风格一向很明显，前期调查做得很深，施工阶段监测很密，容错空间压得很小，因为它没有条件靠大面积缓冲区来消化风险，只能靠技术和管理把误差控制住。很多人还记得金沙一期当年的斜塔和空中花园，那个项目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在滨海湾最难的从来不是做一个漂亮外形，而是先把地下那场看不见的战争打赢。4期更难，因为周边环境更成熟，功能更密集，目标结构也更复杂。55层扭转塔楼本身就对结构和荷载传递提出更高要求，再加上大型场馆和高空环形步道，意味着基础、主体、连接节点都要更精细的协同。说到底，这不是在空地上盖楼，而是在一座已经高速运转的城市机器里做深度植入。新加坡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赶在烂泥上建，而是赶在烂泥、地下水、地铁线和城市生命线之间，把误差压到能接受的范围内。这种工程不像热闹的地标发布会那么显眼，但它决定了2031年那张效果图到底能不能变成现实。再往上走一层，我们来算账。为什么这80亿美元不优先多建客房、多卖套房，而是一定要塞进一个大约15000座的超级竞技场？因为酒店房间赚的是单点收益，场馆赚的是整条链。你如果只看房费，豪华酒店当然直接，但新加坡要的不是单一物业回报最大化，它要的是把最高价值的人流、活动流和资金流尽量锁在本地。一个顶级演唱会观众，或者一个国际峰会参会者，他的支出不会停在门票和房费，航空、餐饮、酒吧、零售、城市交通、会后旅游都会被带动。如果是企业客户或者高净值人群，后续还可能延伸到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法律、税务、家族办公室服务。也就是说，场馆不是一个孤立的卖票机器，而是把全程高附加值服务串起来的流量阀门。新加坡尤其看重这一点，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本来就不是靠大体量本地市场取胜，而是靠高效率的承接区域和全球流量。那15000个座位，真正值钱的不是座位本身，而是它让主办方愿不愿意把最重要的活动放在这里。只要新加坡能稳定承接最高规格的演艺、会展和复合型商务活动，它就能继续保持一种很强的议价能力。航司愿意配合，酒店敢定价，品牌愿意投放，媒体愿意聚焦，资本也更愿意把这里当成区域节点。反过来看，如果没有足够高级、足够新的场馆，后果也很直接。主办方会开始比较别的城市给出的空间、成本和政策条件。活动一旦迁移，相关消费和曝光也会一起迁移。对一个土地有限、人口有限、天然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这种流失不能等到发生了再补。所以官方为什么会死磕竞技场？逻辑就在这儿，它不是娱乐配套，而是国家级流量基础设施。80亿美元买的不是几场秀，而是未来很多年里谁来定义亚洲高端活动入口。但新加坡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还不只是把楼建起来，而是让这栋楼接近整座城市的系统里。金沙4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种超大型综合体，在新加坡这种常年炎热潮湿的气候下，空调不是配角，而是基础生存条件。问题是，如果每栋楼都自己配一整套大型制冷设备，能耗高，维护重，占空间，还会把机电系统做得非常臃肿。滨海湾的解法是区域集中供冷，
SP Group 早就在滨海湾一带布局了区域供冷网络，由集中设施生产冷冻水，再通过地下管网输送到各个建筑，用来替代大量分散式制冷设备。这个模式的关键价值有3个：第一，能效更高，集中系统通常比单栋建筑各自为战更省电；第二，节约空间，楼里可以少放一部分大型机电设备，把宝贵面积留给商业、公共空间和运营功能；第三，系统更可控。对于高密度核心区来说，统一规划比后期补丁式扩容稳定得多。所以金沙4期不是孤零零地插进滨海湾，而是要像一个新节点，接入既有的能源和城市运行网络。你会发现，新加坡很多超级工程都有这个特点，地标只是表面，真正的壁垒在地下，在管网，在标准，在前期规划。别的城市也能盖高楼，也能做效果图，但未必能在核心区提前把能源、交通、排水、地下空间和未来扩建一起算进去。这种系统性才是新加坡最难复制的护城河。也正因为如此，这80亿美元长出来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天际线符号，而是一个继续嵌入国家机器，为城市整体效率服务的超级接口。把整件事连起来看，你会发现金沙4期从来不只是一个豪华项目，它下面是软土、地下水和高密度城市基础设施，上面是场馆竞争、资本流向和区域文旅格局。新加坡做的是用最贵、最难、最系统化的工程方案，去换一个小国最缺的东西——不可替代性。到2031年，如果这座55层塔楼、15000座竞技场和高空环形步道顺利落地，它验证的就不只是工程能力，而是新加坡有没有本事继续把亚洲最高价值的人流和活动流留在自己手里。问题也留给你，你觉得这80亿美元最后会成为新加坡继续稳坐亚洲文旅顶流的关键一手，还是会变成一场成本过高的防守战？欢迎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如果你想继续看懂新加坡的基建、政策、财政和城市规则，订阅这个频道。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